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薛定谔梦见猫。有这样一些好人，他们总是取悦他人，没有底线的付出，不敢拒绝。如果不满足他人的要求，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，感到非常的愧疚。比如，我们可以来看看小张的经历。小张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有没有伤害别人，他也很烦自己这样。他说，周围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，但他觉得自己内心其实不那么善良。比如，他看到不喜欢的同事被领导骂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很高兴，但是在事情发生之前，他又总觉得自己要尽力帮别人，虽然内心并不大想帮对方。而且做什么事，尤其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，就常常会觉得对不起别人。但如果要是做了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，就不会出现这种感觉。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大学毕业那年，他和同学应聘一家公司上班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他们都打算辞职。他和同学差不多同一时间辞职，然后又去了同一家公司面试。因为两个人都在找工作，这个面试是他先找到的，他就把招聘信息也给了同学，约着一起去看。面试完了之后，人力资源部门叫他们回去等通知。出大楼后，他们还聊天说估计没戏了。但他在傍晚回家的路上收到了公司的录取，然后就激动地发短信问一起面试的同学。同学说没有接到电话，他又赶紧安慰没事，可能晚点就来电话了。那位同学回复说哎，算了，第二天又要继续去找工作了。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了，他感觉心里好内疚，而且还纠结第二天到底要不要去办入职。明明小张没有做错什么，但他内心却感到愧疚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首先，愧疚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关系的链接，比如当我们真的因为某些事情对他人有愧疚时，我们的行为会趋向于想要弥补对方，通过一些弥补行为来缓解自己的内疚感。你想要弥补是因为你在乎与对方的关系，这是正常的内疚感。但有时候我们并没有伤害对方，也没有做错事，却有着强烈的内疚感。这种内疚感我们常常会觉得不理解，比如刚才谈到的小张的例子。可是心理学者却发现，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非正常的愧疚感，是因为通过表现愧疚，我们潜意识里能够得到一些满足，比如觉得自己更有价值感，或者更有力量，更有影响力。因为当我们处于内疚的情绪中时，我们会自责，但同时也会感受到自己对他人是有影响力的。虽然可能伤害到别人，但是起码说明了自己有力量影响别人。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影响别人的时候，就不会像受害者一样，只能默默地承受命运的安排。有这样一个案例，小王是一位单亲妈妈，既要独自抚养孩子，又要努力工作挣钱养家，经济压力也很大。在大城市里无依无靠，只有一个发小。但是他的发小不但不怎么帮他，反而还不断地找他帮忙。失恋时找他聊天，没钱时找他借钱。而在他最艰难的时候，发小却玩起了失踪。小王说，发小一直在跟他比惨，这让他没办法拒绝。比如发小经常会对他说，起码你还有个孩子在身边，我连个搭伙吃饭的人都没有。这样一句话都会让他觉得他过得比发小好，这太不应该了，他就应该多关照发小，所以他没办法拒绝，哪怕拒绝了也会愧疚的不行，最后加倍补偿，这让他痛苦不堪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对于这样有毒的朋友都会慢慢敬而远之，但是小王却做不到。现实生活中其实也有不少像小王一样的人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，如果你明知道某些亲戚或朋友有毒，但如果他们开始跟你比惨，你就很容易陷入愧疚之中，觉得自己比对方得到的多一点，过得更好一点，然后感到愧疚，就不断的去弥补付出，有求必应的用各种方式，希望对方能够过得好一些，也希望自己的内心好受一点。这样一来，你就很容易成为了那个被有毒亲友情感勒索的对象。你可能会疑惑，为什么这样的关系明明很累，可是却无法狠下心来阻止自己？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你过度在乎他人的感受，不懂得拒绝，并且渴求被他人肯定。这种性格常常在幼年时期就开始形成。你或许从小内心就有这样的声音，如果我可以让对方更高兴一点，那他就会对我好，就会爱我。因此成年后的你也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，即使自己觉得痛苦，也不想让别人难受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谈谈一个词，羞耻感。什么是羞耻感？羞耻感是一种痛苦而复杂的情绪体验，大多数人在其生命的某个时刻都会经历。羞耻感常常会导致我们产生消极的想法和信念，比如我有问题，或者我很差劲。实证研究表明，羞耻感与多种心理障碍有关，例如抑郁症、社交恐惧症，甚至一些饮食失调。在特定情况下，每个人都会经历暂时的羞耻感，也称状态羞耻感。
例如，如果你觉得别人有理由以某种方式看不起你，或者对你进行负面评价。然而，生活中很多人在潜意识里更频繁、更持久地不断与羞耻感做斗争。你可能会问，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长期内化的羞耻感？美国著名心理学家、作家约瑟夫·布尔戈曾提出，父母或其他照顾者对婴儿身体、语言、情感上的忽视或虐待，都会造成婴儿在生命早期开始产生羞耻感。比如，刚刚出生的婴儿离开妈妈的子宫后，他会感到饥饿、寒冷和不舒服，因为他出生后的环境是空气而不是羊水，这两个环境的区别太大了。对婴儿来说，这是一个崭新的环境，同时这也是一个完全失控的环境，因为婴儿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，从妈妈的肚子里来到需要呼吸空气的环境，他的手伸出去，无法再触碰到子宫内壁的回弹，于是会产生不安和恐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婴儿得到的回应是生存环境能够稳定的、持续的满足他所需要的一切，包括食物、妈妈的拥抱和抚慰等，婴儿就会积累被满足、被安抚的记忆，他就能够从非常不安、恐惧的状态逐渐回归到平静，适应新的环境，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蜕变。而如果婴儿得不到这种生命早期的安抚，他就会积攒更多关于不安和恐惧的记忆。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爱德华·特罗尼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叫做静止脸实验。实验之初，爸爸与孩子正常互动，孩子很开心，也非常热心地回应爸爸。当静止脸实验开始，爸爸们需要在3分钟之内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无论孩子做什么，都面无表情。孩子慢慢开始发现不对劲，开始想办法吸引爸爸们的注意力。孩子继续尝试让爸爸与自己互动，但当孩子发现任何举动都得不到爸爸的回应时，孩子开始焦躁不安，最后崩溃大哭。实验得出一个结论，孩子从婴儿时期就会有情感需求，在与大人互动时，他们渴望得到爸爸妈妈温和而积极的回应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，孩子会表现出快乐、积极的心理状态，而孩子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时，会表现出沮丧、焦躁等情绪。久而久之，可能会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关系。长期以往，孩子的情绪可能会演变成用冷漠代替恐惧，用麻木代替悲伤，最终演变成抑郁人格。一个人的脆弱很少是宠出来的，大多数时候是年幼时被情感忽视造成的。综艺节目《妈妈是超人》中，黄圣依和儿子安迪的相处过程中就有类似的情节发生。安迪发现了妈妈的发箍，就开心地把发箍戴在自己的头上，对着镜子做鬼脸，想让妈妈看看他。可是黄圣依似乎还没有领会到儿子的意思，无视安迪的话，继续想着厨房为什么没有水。安迪发现自己没有得到回应，继续说了几次妈妈看我，还走到前面去拍了拍妈妈。然而黄圣依还是没有领会到安迪的意图，最后安迪失落地离开了厨房。其实孩子的安全感是需要父母不断的反复确认才会坚固的。当孩子的情感得到满足，孩子自然就会建立健康独立的情感世界。于是在长大后，在情绪的惊涛骇浪中，他会有一个核心自我稳稳地站在那里。他会倾向于相信，即使有不安、恐惧和担心，自己也会慢慢恢复平静。当孩子的感受总被父母忽视，那么孩子发出的所有情绪信号就如同石沉海底，没有回音。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，自己是不被爱的。当孩子的情感需求长期被忽视，孩子就学会了去隐藏或者压抑他们的真实感受，因为他们觉得父母并不在意自己的举动，或者自己的举动不够聪明。久而久之，孩子也可能会失去自我价值感，甚至开始厌恶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产生强烈的羞耻感。这样的孩子在成年之后，往往对自己信心不足，会趋向于认为自己不够好，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是坏的或者破碎的，也会常常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，或者配不上更好的事物。所以他们会通过愧疚与自责来找回一点掌控感和力量感，由此建构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对抗羞耻感，仿佛就是在对自己说，我很好，我能影响别人，我在照顾别人。所以即使自己过得拮据，也不会拒绝朋友借钱的请求，即使自己也需要照顾，但还总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第一，总是要先满足别人才能够去满足自己。他们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善解人意的老好人形象，其实内心却在流着血说，你看我都对你这么好了，你是不是也可以来照顾我一下，爱我一下。所以当你觉得自己总是过于在乎他人的感受，如果自己没有把一切给对方，就容易产生愧疚。也许是你想要在不同的人身上得到爱的回应，来弥补自己儿时被忽视的羞耻感。然而比起一次次无原则的给予和吃亏，
我更鼓励你直面羞耻感，理解自己的感受和经历，学会与自己内心那个受伤的小孩对话，做几个深呼吸，让自己完全放松，清空头脑中的思维与想法，轻轻地抱住自己，聆听自己内心小孩的需求，告诉他：我爱你，我认可你，你有权利说不，你可以拒绝他人的要求。这种微妙的自我疗法，并非作用于头脑中的思维与逻辑，而是专注于内心的感受。就像你在照顾那个年幼的自己，或许他还没有语言能力，但他能感受到爱和安抚。如果你能给予自己内心的小孩足够的爱和耐心，或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取悦他人，不再不敢拒绝一味容忍没有底线的付出，因为你的内心小孩知道他不需要从别人那里争取爱和认可，因为你本身就已经足够。薛定谔梦见猫，好奇心连接你我。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